我以为你把它扔了。郎中当时还给我的时候，我确实生气，想要把它扔了。你跟我说离婚的时候，我也想扔。那你为什么留着它？舍不得。在你面前，我无力抵抗，让我忘记所见所想，浮生一梦，爱一场。愿你眼中还会有光，玉子小姐，照亮来世的梦想。请再嫁给我一次。在繁华的世界寻找一切。雷子的运药路线查到了，脸瓜子负责。脸瓜子？脸瓜子接木，小葱帮腔，宁宁协奏，还有徐树根导旗收尾。宁宁留下的订单可以把雷大明拉下马，脸瓜子带回去的物资。既可以揭发冯佑如走私，又能挑起日本人的内部矛盾。到时候柳二郎离失去信任就不远了。今天晚上我在，你什么也不用担心。谁？我。你要走了？嗯，该躲起来了。我以为你是不会帮我们的。也没帮什么忙，就是一点配合。我注意安全。温泉。社会部特殊运输队，1235号。怎么了？是有什么问题吗？我们这可货真价实的。出击缉私，开枪查获。不是急什么死啊？我们是社会部特殊运输队，你这开了枪，让我们怎么跟上峰交代啊？
下周，我们是社会部的。蹲下！敢说药？你他妈敢说这是药？全部拉走，立刻调查。起来，走，来，走。韩秘书长，姚副署长，有要事向你汇报。说，缉私总署今日破获一起特大走私案，查获高级香水、瑞士手表、咖啡、洋装等违禁奢侈品上百件，另有药品40箱、鸦片320公斤。这挺难住啊，厉害！战事如此吃紧，怎么还会出这么大的走私案？缉私总署已展开调查，本次特殊任务由社会部冯幼如办公室委托。冯主任，缉私总署将对您及社会部办公室进行调查，请您配合。公务员，请。卖报！重庆破获重大要案，社会部涉嫌走私。卖报！重庆破获重大要案，社会部涉嫌走私。戦争中に国民と協力に向けて私腹を肥やすため贅沢品を密輸し負けるのも当然です。重慶に輸入されたのは贅沢品だけではない。貴重な薬品まで手に入れた。上海の薬品は制限を受けているのになぜ重慶に輸入する？少々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これは薬品についてはまだ分かりません。あったとしてもどれだけ流入したか重慶の言い訳だけでは不確定です。国民党の計略という可能性も。失礼します。少々閣下、私は重要な情報を手に入れまして重慶密輸取締の役員に関わっております。どうやら文系製薬庁が製造したようです。佐藤課長、文献製薬の薬品の流入先は全て記録されています。霊宝銀行も我々が監視しています。後方流入はありません。いや、情報は様々から元です。間違いないと事実であります。それも私がその薬品の見本を手に入れて間違いなく文系製薬庁が製造したようです。人霊宝銀行のレーター未総経理から漏れたと思います。首相閣下、冷蔵経理は私が生成したものです。冷蔵経理の能力には絶対に自信があります。何か誤解があるに違いはありません。老爷，情报经转佐藤汇报柳二郎，雷子是跑不掉了。另外，几家报纸连日登文，日军前线药品告急，估计是程一志方面所为。咱们也助他一臂之力，把消息往日方多散散。是。宣传科的工作又出问题了。中文报纸上接连披露，说我们前线药品短缺，号召百姓积极捐助。这其实就是影射我们大日本帝国力量薄弱。我已经联系了报社，下午跟记者商谈。他们的觉悟确实有待提高。局长，徐先生，何以科长，请坐。怎么，又加班了？刚刚听来的消息，上海有一批稀缺药物，
流失被运到了重庆，据说是文犬制药厂生产的。那是立邦银行账下的工厂，是军部柳少将负责督管的吧？军部到底要督管多少事情？凡是重要的，他们都要抢着督管。他们以为做得好就可以立功，但是他们做不好。商业银行如果管理不当的话，那是对经济资源莫大的浪费。在我看来，像松村局长这样既有专业学识又有管理经验的，才是督管商业银行的最优人选。属下也是这么认为。店長。島崎君。あ、どうも。店長、軍部監察はまだ問題が出ました。薬品が柳少将の目の前で重機に流出です。遅かれ早かれこうなるだろうと思っていた。傲慢な奴め、我々専門家の意見をまるで聞かん。軍部の思うままにさせてはなりません。店長、彼らの死体は物資不足を加速させています。霊宝のような商会銀行は我々が監督すべきです。それは青木大将の判断次第ということだ。那药品外包装都剥了，标识也没贴，怎么就能发现是文犬制药厂流出去的？这个属下也觉得蹊跷。立邦银行总经理办公室哪位？是我。窦兄，柳二郎命令佐藤彻查药品流失，你务必要当心，特别是订单，绝对要弄干净。明白。清凉药膏的发货订单烧了没有？这您放心，宁小姐早就烧了，当着我面烧的。马上给她打电话，让她回来。进。吴科长，有事儿。林总经理，您收到风声了吗？听说重庆基斯集货的药品是文犬制药厂生产的，这是真的吗？你觉得呢？那得问你啊，不是你天天管着文犬制药厂吗？别把它往火坑里推啊！通敌、走私，这可是杀头的罪。吴科长，你操心的真是太多了。不是这样，即刻起，你从立邦银行离职，不要再在办公重地逗留了。你这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让你滚，马上滚，把他撵出去，什么东西都别带走，尤其是文件。是。快点儿！吴科长，吴科长，这是要去哪儿啊？那你应该问问雷总经理吧。刚刚我质问他如何解释药品流失的事情，他让我立马离职。现在应该在忙着销毁证据吧？吴科长休得放肆！少将阁下，吴科长所言乃发泄私愤，盖某能信。少将阁下，您忙，您忙。既然吴科长脱刀解雇，肯定倍感不公。这个地方不留你，也可暂去我处工作。那就不劳少将阁下费心了。吴科长有去处。去哪儿？他是我的恋人。是吗？恐怕他还是走私通缉的嫌疑人了。少将阁下，无人不知立邦银行是由您委派雷总接管，吴科长早就已经失去了权力。如今这药品流失案闹得满城风雨，我建议您还是仔细的审视用语。
慌乱的指认嫌疑，不但是无稽之谈，更可能贻笑大方。当然，如果您还是雾里看花，非要吴科长接受调查的话，那我们在家中等。少々閣下、青木大将との直ちに介護をご参加願います。レイタイムズを逮捕し尋問するんだ。这位厂长，这是温泉药厂生产的药品吗？虽然没有包装，标识也已撕去，但规格与我厂产品一致。雷总经理，这是成绩方面鸡屎大案中的药品样板。这不可能，是不可能的事。周团科长，我敢保证，在我担任立邦银行总经理期间，绝对没有向重庆流通过这2种药品。我可以发誓。周厂长，你是否记得这2种药品在本生产季度中有哪些机构订单？这订单都不在我手中，都由雷总经理存档。我只是大概记得。你说说看。退热药片好像有陆军参谋本部2部4000盒，还有参谋本部1部2000盒。周文全，你他妈放屁！周厂长，你最好说实话，别他妈在这造谣。周厂长，你继续说。消毒药水有陆军参谋本部2部4000箱，还有参谋本部1部2000箱。周团科长，他说的不是事实，他在撒谎。我可就说，我说的都是真的。雷先生，你不必动。周团科长，你不能因为周厂长的无稽之谈就把我扣一个。我是立邦银行的总经理，这上上下下还得我管，是不是？立邦银行业务全部暂停，走私犯事事关重大，还望你配合调查。是，陈总经理，吴科长，国民党不堪舆论压力，下午4时要求冯友如暂停一切职务，接受缉私总署调查。周文全也已经被佐藤传唤，对答如流。宁宁也已经完成了隐蔽，就差刘二郎了。柳少将、前線は激戦が続いているが、後方では武士の消失事件が発生している。この事件は我が方式に大きく影響し、敵は規制を上げている。君が担当の責任者だ。責任は感じていないのか？薬品の流出事件後、速やかに調査隊を派遣し、責任者を逮捕しました。決定的な証拠をつかみ、報告説明をしたく考えております。大将閣下、同席の皆さん、数日中に必ずこの事件を解決します。ではそれまでの間、蓮舫原稿はどうするつもりですか？貴店が任命した総經理はまさにその逮捕された責任者本人ではないか。蓮舫銀行は業務を停止します。大将閣下、商業銀行は経済力向上のための最重要機関です。本局は商務分野における専門的処置を望みます。松村局長の意見に同意です。今は
物資製造が正念場です。銀行の機能を十分に発揮せねばならない。この時期に業務停止はありえん。調査が終わり次第すぐに業務は再開します。どうやって業務を再開する？誰が新しい総経理になるんだ？私は新たな任命に反対です。小銀行に政治指導は向きません。我々はこれ以上無駄な勢力を人事に投入するべきではない。前総経理副職が適してます。前総経理の定位置は中国人です。少書が委任されたレイ総経理も中国人では？そこに問題があった。二の前を踏むことになる。副総の機構で監督すれば問題はない。大将閣下、本局にお任せください。大将閣下、本局で監査を続けます。重複監査は人員の浪費でしかないのでは？その提案を試してみよう。効果があれば各商業銀行も同様に管理する。はい、大将閣下、商業銀行は政治的には。柳少将、君の失策が原因で甚大な影響が出た。まだこれ以上議論が必要か。この件が決着するまで深く反省を示してもらう。少将阁下，雷某冤枉，雷某绝无参与走私贩私，药品流失之事更是与雷某毫无关系。混蛋！少将阁下委派你担任立邦银行总经理，监控文犬制药厂生产，你敢说药品流失和你毫无关系？少将阁下恕罪，雷某慌不择言。立邦帐下业务繁多，大小商户不胜枚举，雷某唯恐出现疏漏，特意将文犬制药厂交付给宁宁秘书监督生产。人在何处啊？此人现在下落不明。少将阁下，雷某所言绝无半句假话，药品流失之事绝对是此人从中作假。死无对证，便能自圆其说。少将阁下，雷某冤枉，雷某冤枉啊！你不冤枉，你让我很冤枉。少将激动啊！少将激动！如果你现在打死雷总经理，那得逞的是他程一志啊！少将阁下，您不妨细想啊，此次药品流出事件，不但让你在青木大将面前形象受损，且害得雷总经理成为阶下囚，更让他那个程一志重返立邦。那获益最多者，分明是程一志啊！少将阁下，此案难说谁在背后捣鬼，只有留着雷总经理，查明真相，才可能将元凶绳之于法。本人何以？我代表大东亚中国事务局祝贺程一志总经理正式复职。来，干杯！感谢大东亚省中国事务局对于立邦银行的信任，感谢招正银行上海支店对于立邦的支持。我非常荣幸能够再次回到立邦银行，但是我也深知立邦银行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作为一家以扶持实业见长的银行，我们立邦务必要扩大产能，提高产量，为百姓的生计、社会的安稳，还有政局的稳定，竭尽全力。干杯！
创办立邦以来，立邦银行就像我的家一样，各个科室、各个部门、各大各小的职员，还有各位亲朋好友，都是我程一志的家人。那么今天在我的家中，我想和家人们一起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柳少将，窦翻译，有请二位。既然人都已经到了，在这个特别的场合之下，我也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消息。还请河野科长和板垣店长分享我这份喜悦。我在银钱两业谋事多年，追求的是互利、双赢。我反对压迫，还有强制。但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令我心甘情愿地臣服。我们经历了误会、伤害、挫折，还有失败。但是幸运的是，我们还在一起。李子，在我最脆弱的时候，他是那么的坚强；在他冲动的时候，所幸我还存有理智。我们从不会因为错误而相互争执，也不会因为彼此的过失而相互怨尤。我们相濡以沫，休戚与共。我很难想象这世界上还会有比我们更好的伴侣。所以我向丽兹小姐再次求婚了。我也再一次的答应了。来，5个了。让我们的宴会继续。来，祝贺两位，多谢河野科长，多谢，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扔了。郎中当时还给我的时候，我确实生气，想要把它扔了。你跟我说离婚的时候，我也想扔。那你为什么留着它？舍不得。
抵抗，让我忘记所见所想，风声一梦，爱一场，愿你眼中还会有光，桂子小姐，照亮来世的梦想。请再嫁给我一次。以你在繁华的世界寻找一切，轻狂勇敢不忘少年，冲向明天，望真心能瞒过谎言，盼你我能回到那一天，初见你心动的瞬间，忘记一切，轻声是最美的语言，心动之前，盼你我能跨过恩怨，让时间回到相见那一天。第一次洞房你就重罪，这一次洞房还想浪费？初见你心动的瞬间，忘记一切，轻声是最美的语言，心动之间，盼你我能跨过恩怨，让时间回到我特别担心，担心刘二郎，他会来报复。现在不是担心他的时候，应该想想立邦该怎么做。开门。多谢窦兄大救阵，亏你命大。哎，今天程一志当众跟吴丽子订婚，刘二郎就差吐血了。窦兄的意思是，只要把账算到程一志头上，我就能出去了？怎么算是个问题呀？只要挖出宁宁这个婊子，他们怎么害我的，我就怎么害他们。可宁宁在哪儿呢？周文全肯定知道。我先走了。雷子停职已有多日，程一志复职也已有多日。老爷，是否出山收拾局面？我就这么出山，是不是太瞧不起冯幼如了？冯幼如被祭司总署压着，还在接受调查。一个区祭司总署就想摆平冯幼如？哼！冯幼如，你身为中央执行委员，在座的你都认识，配合调查理所应当。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各位委员，眼下什么在黑市利润最高啊？我想在座的各位都能想得到，是药品。我冯幼如如果真的想走私牟利，我为什么不把运输货车全部装载药品呢？我反倒是要把奢侈品和毒品掺杂其中，这逻辑何在？目的何在？冯委员，你偷换概念，这些奢侈品和毒品，若用来拉拢关系、制造裙带，可比药品管用得多。姚副处长，说话要严谨啊，不要矛头乱指。难不成
我们在座的委员都有嫌疑，或者说是你想把调查扩大化。姚某没这个意思，韩秘书长，我只是强调人证俱在。各位委员，我再次重申，药品是后方紧缺之物，也是沦陷区日方严格管制之物。为了避免暴露物资提供方，该项行动高度保密，货箱已严封保存。但是，缉私总署在拦截货车突击检查的时候，这批货箱已经有了开封的痕迹。那些违禁品，是谁在陷害我啊？韩秘书长，各位委员，我们不妨听听社会部运输队的证词。好。这位是社会部运输队2队队长庞峰。庞峰，缉私总署在重庆南三岗哨突击缉私之时，车上货物是否有打开的痕迹？没有，货箱始终完好封存。缉私总署人员是否在你队人面前打开货箱检查并发现违禁物品？是在我方人员面前。证词在此，各位委员，请明察。这位队长，货品呢是由你们负责运输的，长路漫漫，有没有可能这货物在路上被调包呢？没有这种可能，货物始终在我队人员视线之内。哦，两位队员，你们是否认可你们队长说的话呀？干什么呢？秘书长问话呢。有什么话就说。货箱一般情况下我们都看着，但在上海出港之前，队长带我们去喝酒，我们队员都醉了，所以。不是老方，你说什么呢？我什么时候带你去喝酒了？队长，你自己买的酒，你怎么不认呢？不是，你在说什么？老郑也可以作证啊。不是，我没有。队长，我们俩虽然都喝醉了，但是我跟老方都看见你上了货车，在上面捣鼓半天。姚副处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二位队员调查时的证词与此不同，突然翻供，令人大惑不解。韩秘书长派人送来补品，说缉私调查委屈您了，还请您好好休养，继续为民众尽心。好，社会部运输队那俩队员你都安置好了吗？都安置好了，两人还再三表示愿意一直为您效劳。宁宁可能暴露了。有什么异常吗？我跟宁宁约定好了，如果她遭遇不测，耕田违规，就会有农妇往27号粮食站送3篮鸡蛋。今天早上，农妇来了。他隐蔽的地点连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会被发现呢？就怕还有黄雀在后。先从军部打听，至少确定他的下落。
李先生，我刚才和林小姐交流过，她说一部分订单她也没见过。臭婊子，还他妈装可怜！你还要我怎样？我对你掏心掏肺，你为什么要背叛我？订单不是你伪造的，还能有谁？你跟那个朱文全从什么时候开始私通的？说，说！冷静，雷先生。你是不是男人？你让我帮你造订单，方便你卖药，让我当生产监管，为的就是现在把所有的罪都拖到我身上。雷大明，你不得好死！佐藤科长，我对天发誓，我一心为军部效力，我对柳少江忠心耿耿。这种事儿我根本不可能做，是这个女人，这个卑鄙小人，无耻下作。佐藤科长，我什么都说，什么都告诉你。他以为我不知道，他跟重庆什么关系？跟冯幼如又是什么关系？他以为我不知道。放开他！胡说！哎，佐藤科长，冷静冷静！能弄吗？不指控，非同一般，影响叫言辞诽谤，会危害少将的生命。愿你处理得当，以少将利益为重啊！吴科长，你来的正好，我在准备药物送检的材料。吴科长，宁宁，她牺牲了，她在隐蔽处暴露了。军管部抓住他以后严刑拷打。宁宁一直很关心你，虽然你们之间一直不是很如意，但最后一刻，他是真心的。知道。老爷，佐藤审讯可谓一团乱麻。那宁宁一口咬定是雷子主谋走私，被雷子当场掐死。窦翻译用意明显啊，劝柳二郎保住雷子，自证英名。
估计这些罪证都会推在宁宁身上，兴许还会波及程一志。这雷子手下叫什么名字？李二。李二是个聪明人，一看风声不对，就往这儿投奔来了。老爷，该让他登台了吧？少将阁下，你能再给雷某一个亲口解释的机会，雷某感激不尽。说，少将阁下，您把立邦银行交给我管理，我不敢有丝毫懈怠。没曾想，宁宁这女子，不但做出背叛我的感情之事，更是在佐藤科长问讯之时造谣污蔑、辱及阁下，实在是死有余辜。宁宁这女子本没有那么邪恶，之所以能做出跟周文犬旧情复燃、通敌之事，实则为程一志所用。他们联合设计陷害，将走私嫁祸于我，为的就是让我失去您的信任。走私抗菌素之事，触及前线将士痛处，此等罪责岂是我雷某敢承担的？整起事件，都是他程一志的一盘大棋。我雷某只是一个引子，真正的目标是少将阁下您呐。少将阁下，此以为释放雷老板，准其搜集证据，起诉程一志，才可将真相大白于天下，弥补您对此事英明之损。就先这样吧。大将閣下，大将閣下。預金流出事件はどうなってる？大将閣下、真犯人は別にありました。その男を知ってるんか？少将阁下，小人李二是雷老板的下手，此前曾协助宁小姐监管文犬制药厂的生产。雷老板曾要求宁小姐向文犬制药厂下达指令，生产抗菌素用于走私。李二，你他妈胡说八道！少将阁下，本人所言句句属实。雷老板不但要求宁小姐当即销毁订单，而且一直和重庆方面联络。您若不信，就请搜查雷老板家中其床下地板。地板下面有什么？有电台。少将阁下，我一直不敢露面，就是怕雷老板报复。本人所言句句属实，句句属实。少将阁下，此人一定是被人拿钱收买。窦翻译，窦翻译了解我跟窦翻译交往多时。叛徒！許してくださ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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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人物は私が少女となり推薦したのです。私が帝国に貢献したく、まさか我々欺き、密輸を共謀するとは、無念至極です。少女との信頼を裏切って残機の至りです。マジでいたします。マジでお答えいたします。柳少将、はい。君を軍部上層部にやりながら女を誘導するとはな。失望したよ。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老爷，给雷子棺材已经备好，则及时下葬，入土为安。
可惜了。老爷对他关怀入微，有意让他接班，他却半途而废，联合外人，举办如此。老爷还见这不孝子，厚葬。各位仁至义尽。孝，四爷，他非不孝，倒是像我一样，只可惜亦步亦趋不得其门，终究画虎不成反类犬。去给冯有如递个信儿吧。冯有如祭祀风波刚刚平息，未必会有回音。他在国民党内形象备受争议已成事实，为了给自己试图洗去阴影，怎能不为后方尽快立功，解决短缺物资？明白。程一志，他该回来了。温泉制药厂的药品流失案已有定论，因为周厂长的应对得当，还有宁宁的无私赴义，刘二郎所在的陆军参谋本部2部的势力已经大幅收敛，但是日方对于管控物资的生产已经进一步缩紧，很多中资的药厂还有棉厂已经无法取得生产原料，甚至已经被免去生产资格。我认为，距离文犬还有申请被强制关停已经不远了。日本人真是什么都能干出来。但是，由于我们刚刚脱离军部的管辖，和大东亚省还有招正银行开始建立合作，我们拥有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时间里拿出勇气，大干一场。怎么干？力邦会为申请棉纱和文犬制药收集尽可能多的日方订单，你们只需按照订单上去支取生产原料，全力生产。但最后你们生产出来的棉纱药品不会按照订单交到日方手上，我们会把它储藏在一个秘密的仓库里，等到统一集结以后转移到后方，把它们交到我们的抗战将士和百姓的手上。拿了订单不出货，日方眨眼会发现。那倒不见得。药品制剂最重要的就是有效成分，如果送检过关，那我们给日方交付的药片能丝毫不掺有效成分，俗称安慰剂。这样省下来的原料可以供给后方生产抗菌素。如果用这个办法，文犬制药厂最多可以生产多少抗菌素？如果日方订单能达到12000箱退热片，那我们能运出6000盒。这个法子，周厂长能用，我申请部能用啊。这个您放心，我们会用产能受限当借口，跟督管部门沟通，只要能够说服他们谅解我们，那就算我们的出货量低也不是问题。可是，即便药品造假，产能拖沓，订单长期不能交付，总会有暴露的一天。无需等到暴露之时，一旦我们的物资完成集结，全部撤出上海。厂子怎么办？无论如何，工厂是保不住的，只能搁弃。那立邦怎么办？搁弃。立邦是否存在，对于大局来说已经不重要。但是二位的工厂为谁生产？棉纱给谁保暖？药品给谁治疗？意义非凡。打死我也不给日本人生产。只要能把棉纱运到后方，我申请一定开足马力啊！好，既然得到二位的承诺了，我们就可以按照计划开始了。陈总经理，是这样的啊，这么多的棉纱，
怎么运到后方？徐博士，是我还活着。徐博士有渠道可以帮我们把物资运到后方。没错，我可以在中间联络，但是我也有为难之处。什么难处？上哪里去找一个仓库，可以存放数以千吨的物资？这个交给我。接。部长，收到黄如红密电一封，他重申心意，希望出力为您效劳。他是明智，甘愿分文不取，供应物资以平纷乱，把老子当他一条退路呢。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续失利，同盟国战果不断扩大，日本一旦战败，黄如红依归何处？其心焦虑，也可理解。老奸巨猾，那就各取所需吧。是，属下这便答复，破镜重圆。松坂店长请阅，这是我们立邦银行上个季度的业绩报告。申请棉纱厂，产能还是没能提高，这是何故？关于产能，我行也一直在寻找症结。一来呢，工厂机器是存在折损的，需要维修，但是补充钢材又非常的紧缺，没有办法及时的供应，所以就导致我们工厂的机器本身产能就是降低的。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已经向大东亚省的松村局长报告了，松村局长已复批文，即日即可解决。那另一方面呢，劳动力也非常的紧缺，这也是直接导致了我们产能在短期内无法提升。我行也已经扩大了招工的规模，可是棉纱产业工人是需要掌握一定的技能的，所以呢，对于新的工人，我们需要进行培训，那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生产原料是非常珍贵的，调配给工厂，工厂就应该尽快的交付物资，否则工厂不如停产。我行明白。霊宝銀行は軍部の手から何とか引き取ったのだ。監査に手落ちがあれば軍部の笑い物になる。生産性が最優先事項だ。しっかり頼んだぞ。はい。给我接防疫所。刘所长，哎呦，糟了，我们圣安医院也发现热病了。佐田課長、大変に危険です。こちらへ。さあ、この熱病は大変に危険です。感染源はどこだ？こんなに広がったのはなぜだ？この熱病はネズミが感染源で、噴水中に外部から感染し、港で広がっている模様です。死亡確率は？すでに15名を審査し、9名が命を落としました。この3名を除いて2部平等には3名、彼らを審査した医者も罹患し、現在単独平等で隔離中です。一人でも治せねえのか？高筋層欠乏のため治療ができません。それにネズミの症状はひどく、伝染力も強いです。こちらはバレア港の向田船長と、こちらは山田副官です。船上熱病はいつから現れたんだ？航行途中に幸運余命が発熱。
医師は風邪と診断しました。メダットについてから私と日本人航海士はすぐに下船し休んでおりました。熱病のことは昨日知ったばかりです。日本国籍の船員の状況はどうだ？今のところ感染状況はありません。全ての労働者の状況は？船の労働者は全員中国人です。4分の3は船室内で待機しているんですが、残りの4分の1は船から降りました。熱病のことを発覚してから全員船で待機しろと船長に命じられました。いいか、よく聞け。全ての日本国籍の船員は家で待機し、一切中国の労働者と関わってらな。疫病情報を漏らさず船に戻るな。好，嗨。陈总经理，佐藤科长已前往圣安医院视察热病，由鲁大夫接待介绍情况。佐藤还去了码头，询问了船长和大副，但也没敢登船。目前一切按计划进行。做戏做到底，注意持续散布外围消息。怎么了？帕里要号吨位可观，军部真会舍得搁浅。他们视中国人的人命为草芥，为了中国人当然不可能搁弃，但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牺牲的。レーター民のあいつで少々に恥をおかけしました。万死値する罪です。少々がお罪であれば今すぐその命に従います。役員流出事件は貴様に落ち度があるも正しい判断もあった。定位時の魂胆に気づいたのは貴様だ。ありがたきお言葉。レーター民は悪玉ですが、定位置が善玉というわけでは。失礼します。少々学科。疫病の状況はどうだ？疫病は確実です。私がすでに西安病院の熱病患者を検索しましたが、状況は楽観できません。バリア後現在には214名労働者がいまして、その中15人が死亡、9人が熱発、その他16人の高熱で検査を待っております。バリア号は7000トン級、我々が収容し物資を輸送するために重要な船です。疫病で使えなくなれば輸送に影響が出るだけでなく、青毛大将はさらに不満を言われることでしょう。疫病情報の流出を防げ。行員に船を消毒させ、無許可の下船を一切許すな。いいか。全力で感染拡大を止め、影響を最小限に抑える。はい。はい。宋军局长。徐博士，请坐。抱歉，在办公室听他们议论，耽误了一些时间。我刚才听说高伟商社有几个日本职员也开始高烧不退了。高伟商社，这种非常时期就不应该再用中国劳工了呀。那帕利奥号上的事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无非是被柳二郎给摁住了。药品流失案已经挫败了他的声望，如果再出问题，他就被动了。陈总经理，传闻愈演愈烈，谣言越来越真。高伟商社已经有1名日籍职员严重怀疑自己感染热病，坚决要求圣安医院全身检查。罗老板问，还要继续推波助澜吗？不用了，演到这里可以了。静观其变。少々学科、バリア号の洗浄消毒効果が現れてませんでした。中国人労働者すでに35人が死亡、新たに16人が発熱者を増やしました。中国人たちはいつも手抜きをして消毒も全くできないです。自分の命すら惜しまないと呆れてしまう。そうだな。
せめて中国人労働者だけが感染したのはまあ大丈夫ですが、高尾商社にも1名日本の職員が感染したようです。ご本人の話によりますと、1週間前には中国人労働者と飲食したそうです。私は素早く高尾商社を閉鎖しましたが、人員の流動が頻繁で、薬料の情報に関しては大変まき散らしております。少々閣下、こうなった以上策を変えましょう。すぐに青木大将にお会いになられ挽回しなくては。お願いします。パリア号のことか。パリア号についての噂は全て嘘です。船上行員30名の死亡は事実ではありません。真実は何だ。行員死亡者は100名以上です。閣下の指示で長崎港へ向かったパリア号は上海に帰還。その時すでに船上で爆発的感染を起こしており、行員はそのまま下船しました。そのことについては観光令を敷いてあります。新大員によればこの疫病は外国停泊に原因があるとのこと。大将閣下、しかしご安心ください。今の状況を見ますと事件の影響を忘れられ、高尾商社にも感染者がありますが、他への拡散はありません。噂が広まっても軍務に対する反感は出ないでしょう。今こそこの事件を解決する好機だと思われます。どう解決する。パリア号の使用をやめ、疫病拡大を防ぐため中国人行員の下船を禁じ、軍用地帯として同区域も封鎖します。こうすれば1週間で疫病は必ず沈静化します。すぐ取り掛かれ。頼むぞ。お任せください。報告します。下船通路は全て封鎖しました。分かった。おい、知らせてやれ。はい。原地休整，下船等候通知。帕利亚号被正式封锁，所在码头区域也已经完全隔离。根据小松打探，负责隔离管理的日兵也在1周以内会撤离。帕利亚号自生自灭，即将成为无人管地带。7000多位大仓库，够我们用了。这一仗干得漂亮。立邦银行总经理办公室。程总经理，你好，我是福田。抱歉，我好像不认识名叫福田的先生。我们没有见过，但我想约您见一面，因为庞峰曾经向我推荐过您。庞峰返渝后，陈总经理还有他的消息吗？福田先生这次来，想必不是为了听我说吧？看来他还是没能及时跟你联络。没想，祭祀总署也斗不过官僚相护，想必您一定对重庆失望了吧？我对重庆向来没有奢望，这是其无知。一次一次突破我的想象。
陈总经理，庞峰一直尊您为大哥，对您的崇敬之情，那是溢于言表。所以这次我贸然前来，求您一见，就是想请您跟我一起替庞峰做些事儿。办事儿。您一定知道，后方棉纱缺口剧增，军民无法保暖，前线医疗更是捉襟见肘。庞峰被捕前，正筹备返回上海，往后方运输400吨棉纱。陈总经理，我想以庞峰的名义把这事儿办了。棉纱一旦到渝，我就申请重审庞峰走私案。重审？他已经死了，那至少可以还他一个好名声。为百姓着想的，不该枉死。这是我的名片，对外我是上海富田商社的老板，实际我替重庆负责运输。福田先生，棉纱在上海属于日方严控的甲等物资，400吨棉纱，不仅难度极大，且牵涉面极广，我不敢贸然答应你。我明白，不为难您，但请您考虑，若是想详谈，请致电名片电话即可。近日匆匆一见，您未必对我没有顾虑。陈总经理，山高水远，君常在。大哥，若有不测试验，以山高水远，君常在为准。这个畜生，总有一天我要宰了他。一直，如果这个福田身份属实，我有责任帮他把事情办成。但是这400吨棉纱不在计划内，如果要抽检，我们还需要另外得到日本机构物资调配单。我到齐了，大会想办法。可是我们非这么做不可，这样横生枝节，恐怕会影响大局。你知道脸瓜子跟我说过什么吗？我质问他为什么运到后方的货箱里会有禁品，他告诉我，他脸瓜子干交通，运的全是甲等重要物资，百姓们缺什么他就顶着枪子运什么，将士们要什么他就拼了命送什么。脸瓜子过去就是一个贪图享受、贪生怕死的人。好容易出息了，能耐了，可冯有儒却叫他这样枉死。400吨棉纱必须送，冯有儒
需付出代价。陈义志面露难色，不置可否。他与我合作，可能性究竟有多大？不必讨论可能性，他必然与你合作。哦，必然。庞峰与他情同手足，如今惨死，若能雪冤，他必将全力以赴。他还真是有情有义啊！多年来，他对身边的人，就像母鸡护着小鸡一般，费尽心血，支持他们的追求，扶助他们的事业，捍卫他们的理想。为了这些，他甚至不计代价，不顾后果。你说他图什么？显然不在利益，而是另有所图。为了光。光？对。他认为能够帮他驱散心底黑暗的即为光，因此他偏执虚荣，要把自己乔扮成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为了这些，他什么都可以不在乎。400多人，那也不是小数。如此光明磊落之人，能为日本人服务，为军部生产，去当一个汉奸，你觉得他能过得了心底那道坎儿吗？不能吧。那您的意思是？这400吨只是个引子，后边还有好戏呢。陈总经理，这是我愿意接受您的委托，筹集400吨面纱。正如您所说，这不仅仅是为了庞峰，更是为了一个利。我若没有看错，这是执政冯幼如擅自掠夺真真桶油厂期间，私自贩卖桶油给沦陷区的罪人。实现正义，不仅是要还给庞峰一个清白，更是要将罪人绳之以法。这组证据虽然是多年前收集的，但详实明确，冯幼如难以辩驳。况且，真真桶油厂并不是他在后方肆意掠夺的孤立，所以，只要您以此为证，必定会有更多的受害者站出来声援。你放心，此事交给我，一定办。拜托。张总经理，赵厂长。上海盛京棉纱厂标准纱400吨，这印章上的名字西北红确有其人，他在天津支店华天酒地从来不做正经事，但是没有人敢过问他的工作，因为他是庆丰大强的外甥。所以赵厂长，请依照调配单完成生产任务。没问题。早期，多亏你了。一次性运这么多药品，会不会惊动宪兵啊？一说是给帕利亚好用的，宪兵立马放行，生怕车上多停留1秒。6000盒抗烟色，不知道能救多少人。无论多少人，不忘温泉制药，举新年。弹指一挥间呐，想当初你帮我进厂房，就像昨天发生的事。不知我们走后，
日本人会怎么糟蹋这个地方？江山还有重整时，我们还会回来的。对了，10月号就撤离了，没剩几天了，你做好准备。申请的2400吨棉纱，这边是文犬制药的6000盒抗菌素，再加上现在正在接收的2000箱退热药，物资已经全部结集完毕了。这么大体量，你联络好了吗？放心，陆夫人办了通行证，半夜直接把船开走。油量充足，日本人灌的，不用白不用。那正好，我留下来，跟你一起把事干了。16号你不撤了？16号我要另外送些物资给重庆。你安排丽兹、周文犬、小聪还有赵让他们走。给重庆物资？安全吗？联系人是谁？用不用我帮你核实一下身份？联系人我已经查过了，风险不大。哦，对了，松村他们没发现狗把没了。他倒是发现申请的棉纱出口太少了，我已经跟他解释了，人工短缺，机器失修，然后告诉他尽管如此，但立邦银行愿意补充40个保险箱，可以方便他安顿藏品。他都信了？他很高兴。怎么？我从前的确是对你保护过度了，现在我都要追不上你。哎，先往里边码，把里边码紧了，先往里边码。陈总监命，小聪已经拟好通知，行内临时盘点，延长周末休息1日，16号上午一早就下达，都准备好了，人员也都准备撤了，银行要关了。宵禁时间要到了，最后再看一眼吧。一直，我想和你一起走。那怎么能行呢？万一撤退的路上遇到什么麻烦，周文犬还有赵厂长可解决不了，你得帮他们。高晓松机灵着呢，有他就行了。他跟你不一样，是立邦银行的创始人之一，我们俩必须得分开走。为什么？就因为，如果咱们俩都同时出了意外，那地方靠谁来重建？呸！说什么呢？赶紧磨木头。好，磨木头。磨了。
些。你变得胆小了。我倒是希望你能够一直这样胆小，因为你胆大的时候，净是做些让我感到担心、害怕甚至绝望的事情。你闭嘴！你现在胆子变小了，是因为你心里有所在乎，有所珍惜。你现在珍惜力棒，也珍惜我。迷人的音符穿堂而过，千万种孤独喃喃入库，平静的海面，迷雾持续平铺，巨大而深深的虚无，动人的孤独平行错落，两颗心各自独舞，偃旗息鼓，热闹的舞台，命运随即画出，偶尔会交叉的弧。这么多错过在等我，全世界最狼狈的那一个，伤心的歌我不想听，讨好的事我不会做，别再借命运的手折磨我。所有的过错都在我，全世界最卑微的那一个，反驳的话我不想说，莫名的错我都认了，别再用爱情的口吻捉弄我。